欢迎来到梦幻厨房，在我家，我是Jolin Vivian。第二个要和大家分享的是自制姜母糖、姜糖片，冬天必学的暖身又暖心的食谱。学会了姜母糖、姜糖片，连姜母茶也一并学会。立马来准备所有材料的部分吧。主要的材料呢，需要砂糖跟黑糖。我的2砂刚好不够，所以一部分用白砂糖。不管你用白砂糖、2砂糖都可以，或是要跟我一样混合2种也可以。另外是姜的部分，要使用到的是老姜。老姜的外表呢会有点皱皱的，老姜不用削皮，把外表刷洗干净泥土就可以。先初步把老姜的边边角角先切下来，切下来的边边角角不用丢掉哦，等一下教大家怎么样保存。直接运用到老姜比较大块一点的部分，把它切成薄片。有调理机的这个部分可以运用调理机来切薄片。切好的姜片就放在一旁备用。刚刚的边边角角呢，可以直接拿来拍扁。冷冻起来可以拿来做很多的料理，像是麻油鸡、姜母鸭。先把姜片放入锅中，建议用不粘锅。接着放入材料分量中的2种糖，然后加入半米杯的水。温控做得好呢，可以不加这半米杯的水。接着我们开中大火，先初步的融化所有的糖。当所有的糖全部溶解之后呢，我们加入麦芽糖的部分，可以把汤匙烧热再来挖哦，会比较好挖。放入滚沸的糖水当中洗一下，像洗汤匙一样。洗一下，麦芽糖很快就可以化到糖水当中了。接下来就是保持中大火，不停的煮咯。这个大概是煮了20分钟左右的状态，姜片呢开始微微的小卷曲。不过糖的水分呢还是有点高，还要继续拉高糖温，收干水分哦。不过这个过程呢，真的比煮冬瓜茶砖还简单太多了。因为煮姜母糖呢，完全不会有喷溅的问题，只要注意3不5时搅拌，不要扑锅就可以了。继续不断的保持中大火，收干水分。如果有个测糖温的温度计是最好的。糖的中温呢，大概要落在摄氏120度左右。我们继续不断的收干水分，然后记得3不5时的搅拌，避免扑锅烧焦。目前这个状态呢，大概已经煮了1个小时左右了。再煮个10分钟呢，发现这锅糖已经煮得差不多了，糖已经变得非常的浓稠。再看一下姜片的部分，整个已经变得相当的卷曲。这时候可以来测试一下糖的状态，滴入冷水当中，可以结成小圆球状，这样就差不多咯。这时候测量的糖温大约是摄氏120度。这时候把火转小，不要关火哦。先把姜片稍微的滤掉糖浆，因为我想做出2种成品。这个是姜糖片，放在烘焙纸上面哦，先让它的表面呢半干燥。等半干燥之后呢，就要来翻炒它。这时候还是要小心哦，糖片还是很烫的。剩下的糖浆部分呢，再倒入铺了烘焙纸的模具当中，
如果怕麻烦的朋友呢，也可以省略刚刚捞姜片的部分，直接把姜片跟糖浆倒入模具也可以，这样就是整个姜母茶砖了。不过因为我希望得到2种成品，所以我还是把它分开。姜母糖砖的部分也完成了，一样要稍微放凉，成为半定型状态再来分割。这时候又黏又烫，要特别小心。这个状态的姜糖片还是有点黏哦，再等一下下，我们再来翻动比较适合。稍微干燥一下再来翻动，很快就返沙。彻底放凉之后，就是非常好吃，可以拿来泡姜母茶，又可以拿来做料理的姜糖片，一片一片当零嘴吃也非常好吃哦。整个姜的纤维呢，入口嚼一嚼，直接化掉，完全吃不出渣的感觉。不止自己吃哦，还可以拿来做伴手礼哦。刚刚有说过，这个拿来做料理，像是卤肉、卤蹄膀都非常适合。趁热要赶快准备来分割姜母茶砖，时间掌控不太好，有点太晚分割了，所以有点粗鲁。不要变得全硬再来分割哦，就是要半温的状态就要赶快来分割。赶时间切得有点丑，不过也蛮文青的，有手作的风格。另外这块呢都切裂了，干脆直接把它手剥成小块状，反倒觉得这样子很好运用哦。小小块的很好当零嘴食用，一口一颗，也很适合直接拿来做料理，或是直接泡姜母茶。很推荐用手剥小块哦。一样是送礼自用2香鱼，可以直接放阴凉处，当然放冰箱冷藏更好咯，因为台湾天气真的蛮潮湿的。I did a lot of bad things, and never did I give in, just 'cause the thought of being vulnerable made me feel. 冲入滚沸的热水，就是超级暖身、暖心又暖胃的姜母茶咯。Till you entered my door, and from that moment I knew that a home is whatever you choose. That's the thing about you. The best thing 这个就是今天的食谱分享喽。如果喜欢，别忘了按赞、留言、加分享。最新的食谱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更多的生活分享、好物推荐，欢迎加入我的 IG 跟 FB， 还有别忘了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最新影片哦。耶稣爱你，我也爱你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'Cause here in your arms I can find